这账似乎不对啊。哪里不对？3年前，周俊兰麾下官员为助宋鸿渐漕运赈灾粮，向船厂购船80艘。此造价单上的船丁，皆由顾家报价，顾家提供，比寻常贵上3倍不止。难道是顾家伙同船厂，需将铁钉的价格报高，再将个中差价均给那名官员作为回扣？此事呢，还需细究。如今这船倒是停在京城之中，只是铁钉钉在船板之内，单看表面，尚未可知。如此，侯爷还查吗？当然得查。可这怎么查？周侍郎，你有钱吗？有。约莫多少？保你此生衣食无忧，享尽荣华。足矣。走吧。去哪儿？船厂。暂先不去。侯爷不去，可要被人捷足先登了。还是不信我？怎么会呢？近来，邱夫人帮我良多，你说你能洞见未来，我自然相信。洞见未来，然也，非也。此话怎讲？此为米糕。若命运将这块米糕置于蚁穴之前，倘使蝼蚁遵循原有的轨迹前行，便会发现这枚糕点，这便是我看见的未来。可如果有只蝼蚁发现了糕点，却为独占此糕瞒而不报，那这群蝼蚁还会发现这枚糕点吗？或许会，又或许不会。命运使然，这群蝼蚁原本会拥有一枚糕点，可他们之中偏偏出了个叛徒，这使本该会有糕点的未来发生了偏移。你能窥见命运的走向，此为然也，却不能控制命中的变数，此为非也。一点就通，此为孺子可教也。如此说来，邱夫人近来料事如神，是因为你所见命运使然，且无变数。当然。邱夫人天赋异禀，在下佩服。天赋异禀的是纪云昭，不是我。我不过是在他的蚁穴前放下米糕的手罢了。既自比为命运，又为何成了洞中蝼蚁？一时兴起而已。纪云昭的天赋异禀，不过是命运一时兴起馈赠的礼物，终有一日会被收回。而我与他不同，他是挣扎求生的蚁，我是生杀予夺的手。他如今所经历的种种，皆你所为。是，也不是。昔日我为命运，俯瞰众生万物，你亦身在其间。裴燕，你替父鸣冤、救国救民、焚膏祭鬼、殚精竭虑，都不过是为当好纪云昭的踏脚石、登云梯。我早已看见了你的命运，他日纪云昭大仇得报，你便会被弃如敝履。与其遭他利用，不如归依于我。大仇得报，他还不曾告诉你，那就当我没说。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一为孺子可教，二为一时兴起，三为我已对周俊兰了如指掌，
而今又对你兴趣盎然，你可想好了？再给我一些时日考虑。我的耐心不多，对你倒能破例。你既信我，我便多提醒你一句：周俊兰和纪云昭已连夜赶去船厂，我们是去还是不去？暂先不去，理由？让别人掏钱，岂不更好？周侍郎，你请。你看，就是这艘船。这艘就是3年前朝廷订购的那批船之一。这当然了，小的不敢欺瞒周侍郎啊。哎呦，多谢周侍郎。若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帮忙的，小的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烧了它。什么？不可以。当然可以。既然周侍郎已经买了此船，怎么处置，您说了算。周侍郎在想什么？烽火戏诸侯，为此而已。周侍郎言之差矣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为博美人一笑。周侍郎斥资烧粮船，图耗国帑千金。何况，怎么？如此比拟，实在是不妥呀。我倒觉得不错。你若是喜欢的话，就送你啊，秋褒4语，牙尖嘴利，多谢夸奖。你们来这儿做什么？船丁报价高出3倍不止，奈何拆船取丁过于繁琐，不如购船一艘，烧之，取丁再说。这是我买的船，与你有何关系？当然没有，看看而已。启禀周侍郎，您要的船丁已尽数在此，已按照您的吩咐清点数目，请您过目。细算顾家账单，一艘船所需要的丁数，确实能与此单对上。只是为何此丁要比寻常船丁贵上3倍？此钉为铸铁钉，比寻常钉更为耐用。退下吧。顾家的账可平了？平了。其余11名涉案官员一平。那便是考官与其余51名共事。不，连日以来，我拢共查账近300余本，涉案63人，账目皆无问题。既无贪污舞弊，为何榜上尽是南方士子？北方蛮夷常年入侵，生活动荡，北方士子本就生活多艰，而又因北方动荡，会试地点多设于南方，北方士子长途跋涉，舟车劳顿，自然状态不佳。加之南方气候湿热，极易水土不服，以上种种，皆为缘由。陛下岂会不知？陛下，周侍郎找来的那11人，臣已私下审过一遍，确无问题。朕知道。那陛下为何？朕与詹武率兵出生入死，开疆拓土，而来20有1年矣。朕老了。陛下，大厦将倾，如何镇得住山下那群泼猴？北方胡人骚扰不断，本就动荡不堪。此次南北放榜，更是火上浇油。朕命周俊兰查案，非要他成明事理，只是想他杀鸡儆猴，再捕录10几名北方士子，安定北民，稳固江山。他
偏不随朕意，其心可诛。徇私舞弊，罪当斩首。51名贡士，51条人命，周侍郎仁慈太过，才51条性命，与朕的江山社稷，孰轻孰重？是性命轻，江山重。听闻玄英侯与周俊兰素来不和，周俊兰查不出问题，朕命玄英侯再查，直至查出问题，将那51人与周俊兰麾下党羽一并除去。而今涉案人员拢共63名，63条性命，与眼前的辉煌前程，朕倒好奇，他玄英侯如何取舍？启禀陛下，玄英侯求见。宣。禀陛下，臣已彻查南北榜案，涉案51名贡士、1名考官、11名督察官员，皆有舞弊受贿之嫌，无一例外。依照我朝律例，应当如何处置？贪污受贿，罪应当斩。只是此次人数众多，臣恐杀生过多，惊扰城中龙脉，不如择一良辰吉日，运往凉州刑场处置。如此甚好。不过，押车的官兵得是朕的人，如有半点闪失，拿你试问。臣遵旨。快吃吧，你几日没有进食了？没有胃口。此行山高路远，饿着肚子怎行？赴死罢了。你我问心无愧，未到绝处，便不可人命。苍天无言，世道不公，我认了，我认了。九卿大武阴，要下大雨了。这雨久久不停，怕是要出问题啊！押解途中，突逢浓雾暴雨，连夜的雨水引来了山崩，63名死囚皆被巨石掩埋。世上竟有如此巧事！臣所言句句属实，断不敢欺君罔上。周侍郎有何高见？此乃天灾，非人能为。蒋尚书，既是天灾，亦为天谴。上苍有眼，不愿血染黄土，故如此为之，好助陛下一臂之力，既解心头之患，
有得贤良美名。虽是天灾，一律还是该罚。朕便罚玄阴侯鞭刑40，明日自行去大理寺领罚。周侍郎，你来监刑。是。是。陛下，叶道长已经在外头候着了。可是，精通长生不老之术的叶道长，正是。快请进。是。快。账簿。周侍郎，你可想保下你麾下11条人命？想又如何？那你我不妨做个交易。倘若我能做到，你便将赵鹏的账簿交予我。那场山崩是邱贤儿告诉你的，是又如何？你倒受得了他。既已做出了选择，也该将你站的位置让出来了。眼下该放手的是你，可我偏要同你争呢。那我就只有奉陪到底。40鞭，没了纪云昭，我倒要看你如何受的。抛下车马，身枷锁，生死一去由我破帆，这起死落，任他们谋划许多，纵海云登天，怎敌过我心上的磅礴？当我与天名交锋过，再知谁赢谁败落，前尘决绝池中。